OK， 这里是2K 实验室，我是 Sting， 我是 The Griffin。我们进来教节奏投篮。很常看我们影片的观众讲说，为什么节奏投篮再讲一次？我觉得2K25对2K 来讲，他们节奏投篮算是一个试验品。2K26直接大升级，超级再加强，超强。因为我们在上次影片讲说，如果你想用投篮条，可以用投篮条。我们玩过1-2个礼拜了，节奏投篮真的是。我觉得上限很高啦，你要变超强，你就在用节奏投篮。对，这真的是上限太高了，就是这是 bug， 你知道吗 ？bug 啊！我玩过，就是 Curry 真的是随便就绿了。所以这集我们会把节奏投篮会运用到的场合，还有怎么练习，我们在这集影片把它讲清楚，高阶技巧。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看完之后你的节奏投篮就会变超强，真的。OK， 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讲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用节奏投篮？因为节奏投篮，我自己觉得是你如果懂这个球员的投篮姿势的话，你会感觉你真的在当这个球员，而且是真实感很多。你会自己变 Curry， 你会自己变 Curry。像上一代我们不讲过嘛，你当自己是 Curry， 但你不会进。但这代节奏投篮被加强太多了，就是2K25的节奏投篮进球难度没有说很低，就是你需要抓的时间很准。像画面上面，你需要节奏和时机都完美，你才会进。现在2K26，你只要节奏完美。其实就会进，你时机不需要去完美的。就是你开节奏投篮，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更强的花招 ，step back 啊，然后转身啊，这个我们后面会教。但是你要做到这些东西，然后并且在名人堂更高的等级可以按进的话，你一定要开节奏投篮，因为它容错率太高了。对，就上一代我可以讲说，我练 Curry 练了很久，就是我每天花个半个小时练 Curry 的投篮 ，Curry 的 Pro Play 动作，我还是没办法在飘投的时候，在实战中每一球都进，我不敢用，因为如果我跟你对打，然后我们分数很近的话，然后我还用那些花招，那不是就是直接送一波球权？就是。他的期望值太低了，你练了很久，但你还是不会进，然后你就是不敢用，进一学长说不行，我还是站定点投好了。对，可是在这一代，你大部分是你只要敢用，然后只要对节奏，你其实就很容易就直接进。对，你会觉得你在当 Curry， 对，真的就是你在当 Curry。就你看我们的 IG 爆红，还有抖音爆红那一步，就是你很敢用啊。对，我很敢用啊，然后我会尽情的用。对，就是 Curry， 就是他现实中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只按框的话，你就做不出，绝对做不出来。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你随便飘可以，可是在真打比赛的时候，有人在防你，对，有人在防你，对，会拿可文来了，应该什么？那叫什么啊？你就战神小卡，战神小卡，他会拿战神小卡去送你的 Curry。如果你用站正方形的话，你怎么敢用这种招式啊？你平常因为你说你一天玩半个小时 Curry 嘛，我看你怎么练习。其实说实在我也是到这边练2K，我自己觉得在打篮球你打篮球你怎么练投篮？就是一个人给你球嘛，然后你就是用你会用的动作，然后就一直飘投嘛，一直练习怎么跳投嘛。其实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就这样一直练啊。然后你就是想象 Curry 的出生年月日，然后想他的角色故事，然后融入进 Curry 里面。你去看一些 Curry 的 highlight， 然后再做一些 Curry 的动作。对，然后不要去球场，进入2K 变成 Curry。认真讲，其实就是 Steve Nash 在网上有教过，就是怎么练习，其实就是这样一直练。Steve Nash 吗？对 ，Steve Nash 有教过。那你要不要用 Steve Nash 来练一下？Irving 也有这样讲过，然后 Curry 也有这样讲过。真的以为你是 NBA 球员？对。你需要把这个东西用成肌肉记忆，就是 Curry 他的 Pro Play 因为真做太屌，他右边会有2种 step back 的方式，然后左边会有2种 step back 的方式，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练成你的肌肉记忆，然后你才能在比赛球场上那个瞬息万变，就跟战神小卡突然有一拍空档，你就突然抓到那一拍空档，然后马上使出你练很久的肌肉记忆的投篮方法，你就会进，而且你会很敢用，因为你是肌肉记忆，你在场上的时候不可能你只关注在他投篮的方法，你要关注场上的站位什么之类的。如果你没有把那练成投篮记忆的话，你会马上想，他现在 Curry 要右边飘投动作是什么？他投篮包是快还是慢？你就会思考这些东西，所以你需要把这些东西练得很熟，你才把这个角色玩透。所以如果你喜欢哪个球员的话，你就这样练习，就这样练，然后每天就可能花个10几20分钟这样练习。其实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是打开然后投一下篮。其实就跟你现实中你要想把篮球打好的话，就是花时间去练习投啊。我是这样练习吧，然后我可以打出 Curry 那种 highlight。那我们现在讲他怎么练习。因为我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10到20分钟还好吧？睡觉前，反正我平常没那么多。你没有当职业球员？我结婚了。好，他会做一些奇怪的飘投嘛，我其实也会。但他不会进，我不会进，他不会进。但是我就是重点是抓你这一个你右下往上的这个节奏。我会在比赛前，然后进去这个里面，然后这个人练个3球，练个4球，然后大概知道说，Curry 是这样按，然后换 Draymond Green， 然后他是这样按，然后他这个节奏，然后再换 Butler， 然后你看这个节奏，我把每一个球员都大概知道是怎么投篮，然后我才进去比赛当中。然后还有一个重点的就是我会去练习怎么欧洲步跟
就这个上篮动作。因为我比赛的内容就是3分加进2分，就是磨球，就是空档3分，然后再加进。Morris a liar。对对，所以我会进去用这个欧洲步，然后去抓一下手感，对，抓一下手感，然后在那边练习。看一下他的那个抛投动作是怎么样子，这是我大概练习的方式。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你如果想要把2K 玩好，你就是需要花时间去记你的球员动作。但是像你，如果你本身就有实力的话，你其实就是在比赛前进去练习那个3股掐，然后就可以打你的球员。不要听他乱讲，反正就是你需要把这个东西练好，然后你的节奏投篮，你才能去抓那个球员的时机，你才会变强。我们这期影片标题叫做节奏投篮全教学，所以我们不可能只教怎么练习节奏投篮，我们也还要教一些新的技巧，就像这代新加的叫做投篮半转身，就像这样子。好，这怎么用呢？这有分左边和右边。你到右边的时候，你的右摇杆从3点钟到12点钟，不一定按住冲刺键，可是按住冲刺键比较顺畅，所以就是按住冲刺键，然后到右边，然后右摇杆从3点钟到12点钟推住，然后往下。节奏投篮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节奏投篮不是下上就是上下，它是走对侧面的，它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像我刚刚讲说，这个半转身投篮，它的最后的右摇杆是停留在上面，所以就是3点钟、12点钟，然后到6点钟。对，你投篮上面，然后你最后要秀的时候，你要往下，对，右摇杆往下去，对，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放的话，你就是变成框，就是它不是节奏投篮，对，它就只是投篮。那就是投篮，然后就看你什么时候放掉而已。可是那就没有吃到2K26这个节奏投篮的红利。对，所以这招可以练一下，其实是蛮实用的，我觉得，尤其他投篮包是好的话。好，那我们现在教第2招全转身节奏投篮，就大家玩2K一定知道这个动作嘛，就这样子，按住冲刺键，然后正方形按2次，就变这招。但这个还是要吃你什么时候放掉。如果你按正方形，就这还是正方形投篮。我们节奏投篮要怎么触发这个东西呢？很简单，我们右摇杆从12点钟画到6点钟，然后按住冲刺键，然后你要往上飘，对，往上飘，因为最后的右摇杆是在下面，对，所以你要往上，这就是全转身节奏投篮的方法。还有一个乱转身节奏投篮的方法，转到哪里你也不知道，就是他就一直在乱转，而且是转来转去，很帅。好，怎么用呢？乱转身跟全转身有异曲同工之妙。刚刚从12点钟飙到6点钟嘛，现在从6点钟推到12点钟，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他有点不错，他转去哪里都不知道。是从6点钟转到12点钟。他就乱转身，然后转到12点钟，所以怎样？要往下，对，要往下，右摇杆往下。这就是乱转身节奏投篮。反正你们自己取名字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没有，这招就叫做乱转身，就反正就叫他乱转身，就叫乱转身。你把 KD 那个在赛前里面转的那个画面，他是蹲着嘛，然后转。这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在玩这个节奏投篮的时候，然后要做这些很奇怪的招式的时候，你们不要用那个不会投篮的人来去做这个动作。就是你要熟悉那个人，不然的话你会不知道那个人的投篮包或者那个投篮动作是什么。就是他的徽章也没有。对啊，确实，你懂啊。那现在我教一个我比较熟的，就是后撤步。后撤步怎么做呢？一样按住中指键，然后右摇杆往下按到死，他准备要投的时候往上飘。所以我如果我在用这个招式的话呢，我可能会先这个按冲刺键，然后右摇杆往前，他就开始自己的动作，然后我在某一个状况下 step back。连对手都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觉得后撤步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要退到3分线，再投。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边的时候，然后你如果要退到3分线的话，你就按后撤步，他就会自己退到3分线去。就是为什么现在球员很爱用这种招，就是因为3分跟2分差太多了。对啊，你投长2分，还不如去投3分线。对。现在魔球就是这个样子。好，现在后撤步的第2招比较高级的，就是我们通常会用这一招在2分球上面。怎么做呢？就是当我往右边切的时候，我右摇杆往左下角去往左边后撤步。就会直接顺向，直接变到逆向去。就他会扯回来去做一个后撤步。对，那你就可以在这时候把防守球员甩掉。你看，他几乎就跟不到。如果那个球员是他自己用手控制，在这手控制的话，绝对守不住。他就离你超远。然后往左边也是，
往上，再一次，我们往左边切，假装往左边切，然后往右下去，然后最后往上推，这一个后撤步真的是有够强的。Curry 的 Pro Play 动作很好，他动作就退超多步。而且超像 Curry， 就是有可能2K 也认为 Curry 的动作真的太丝滑，对啊，太多种，很溜哎。像老布朗，我觉得他动作没这么多，所以你们现在玩，你们可以就你看招牌得分技，然后又 Curry 背运 ，Curry 背运 ，Curry 背运，然后往前，然后再左下角的后撤步，这样。他真的超溜，超级溜，一溜来溜去的，对啊。你想想看，这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练成你的，像我们之前讲肌肉记忆的话，帅的跟什么一样。你自己玩你会哦，怎么那么帅？对啊。如果你们这东西用的好的话，你们会剪辑技巧的话，你把它剪成一个秀场，就像我一样，在那边爽。然后你有一个被你打爆的同学的话，哇，更爽！你就看那个被打爆的同学那边的，对，他没有那么强，太扯，太扯，你Curry怎么这么强？这集就是我们的节奏团全教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多练习，因为就是2K 自从加入 Pro Play 之后，每个人球员招式就没像之前什么2K2、2K24一样，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对，所以现在就2K 把大家的动作做不一样，虽然更真实，但你也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做练习，就是不能只是什么赛前5分钟去练习，像他一样，就是你就会一直输给一直练习的人。但是我就会打赢没有实力的。哦，对，他讲到，不是我讲的，我都尊重，我都尊重。OK， 那如果你看完这集有任何想要学的技巧，2K26的技巧有任何疑问的话，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讲，我们都会纳入未来拍片的参考名单之中。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喽，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拜拜。